大家好，我是龙儿。不管家里面的剪刀有多老多钝，只需要一个废旧的钢丝球，就能轻松立马变得锋利如新，方法太棒了，赶紧一起来学一学吧。像我手上的这个钢丝球，家家户户都有吧。刚买回来的时候特别的好用，而且非常的干净，但是用一段时间之后，就发现这个钢丝球变得又脏又不好用，而且呢看起来也没有任何的光泽。当我们的钢丝球变成这种的废旧钢丝球的时候，很多人随手就把它当做垃圾扔掉了。要知道买一个钢丝球还得要几块钱呢，那么每一次用一段时间之后直接将它扔掉，这样也太浪费了。其实像这种的废旧钢丝球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用处，能解决家里面很多的大麻烦呢。让我们的剪刀变得锋利，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用处。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的具体用法吧。像这种的剪刀，相信家家户户都有吧。不管是用来剪我们的植物，或者是厨房剪刀，或者是手工剪刀，刚买回来的时候特别的锋利，有一种削铁如泥的感觉。但是我们发现用过一段时间之后，剪刀变得特别的钝，别说去剪其他的东西了，就连剪我们的这种抽纸，怎么剪都剪不开，就像老爷爷的牙齿一样，什么都咬不动了。当我们非常着急要用剪刀的时候，遇到这种的剪刀，心里面特别恼火。第一想法就是赶紧去买一把新的剪刀，把这个剪刀当做垃圾扔掉。但是我们每一次买一把剪刀，少则几块，动辄十几甚至几十块钱，那么这样也太浪费了吧。着急用，家里面又没有新剪刀或者是磨刀石，该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家里面的废旧钢丝球啦。首先我们把变老变钝的剪刀放进一个比较深一点的碗里，接着准备家里面炒菜用的这种白醋，顺着剪刀上面铁扣的地方倒适量的白醋在上面，将我们剪刀金属部分充分打湿，让剪刀在里面这样浸泡3分钟的时间。3分钟之后，我们撒一点食盐在剪刀的表面。很多朋友家里面的剪刀变钝了，尤其是厨房剪刀，一般情况下都是平时剪了鸡肉、鸭肉或者是其他肉类之后，剪刀上面留下了大量的污渍、油垢，长时间没有清洗，刀口自然就变得不锋利了，用起来自然就不顺心了。但是我们可以加一点食醋还有食盐，这样把我们的剪刀用旧牙刷再来回的刷一刷，将上面的油渍污垢刷干净。这一面完全刷好后，我们翻一个面，将这一面也刷一刷，尤其是刀刃的地方一定要多刷，仔细的刷干净。到处都刷干净后，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温水进来，水的温度在40度左右。我们把上面的白醋和食盐冲刷干净即可。这样一来，咱们剪刀上面的一些油渍污垢就被清洁干净了。如果只是因为上面有大量的污渍，剪刀变得比较钝、比较老的话，这样清洗过后，它就会恢复到锋利如初。如果洗过之后还是不锋利的话，咱们就需要取出家里面的废旧钢丝球啦。用之前，我们先用我们的双手把钢丝球扯一扯，拉一拉，把它拉得比较薄一点，宽大一点。扯成这个样子，现在我们就可以用剪刀去剪钢丝球啦。扯宽之后，我们在剪起来的过程中就会更加的方便。差点忘了，我们在用剪刀剪钢丝球的时候，最好是在下面铺上一张白纸或者是纸壳，不然的话被剪下来的这些钢丝碎会撒得到处都是，这样就非常的危险。可以看到刚用剪刀这样剪的时候，剪刀因为非常的钝，咬合起来非常的吃力，并且呢钢丝球基本上都剪不动，半天剪着都没有任何效果。但是不要灰心，继续剪，耐着性子将一整个钢丝球这样剪完。
为什么我们要用钢丝球来剪剪刀呢？因为咱们的钢丝球它特别的薄，特别的细，在用剪刀剪它的过程中，那么钢丝球和我们的剪刀刀刃就会产生一个打磨的作用。多剪几下之后，咱们的刀刃就会变得锋利了。其实它的原理非常的简单，和咱们平时用剪刀来剪一些锡纸或者是易拉罐的方法都是一样的。这些比较薄、比较脆的金属对咱们的剪刀刀刃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打磨作用。方法非常的简单，也非常的枯燥，没有任何的技巧，只需要用剪刀这样不停的来剪钢丝碎，大概连续3到5分钟的时间，咱们的剪刀就会变得非常的锋利。剪好之后，用纸巾将上面的钢丝碎擦一擦，擦干净，先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把这些钢丝碎用纸全部包裹起来，不要乱扔，因为非常的锋利，如果不包裹好扔到垃圾桶的话是非常危险的。这个时候咱们再来试一试用钢丝球打磨过的剪刀，同样找一张这种的抽纸，我们来剪着试一下。可以看到刚才连纸巾都剪不动的剪刀，现在可以非常轻松的将纸巾剪上口子了，而且剪出来的刀口非常的平整，没有带一点的毛刺，整个过程也非常的干净利落。除了用来剪纸之外，我们再拿一条家里面不要的白色毛巾试一试，剪刀也依然可以非常快捷轻松的把毛巾剪断剪开，剪出来的刀口也比较平整。看一下，不管我们横着剪还是竖着剪都非常的轻松。由此可见，咱们的剪刀它的刀刃被打磨得特别的锋利，这个方法也非常的管用哦。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也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？明明什么都剪不动了的剪刀，最后竟然变得这么锋利，别说是剪纸了，就连剪我们这么柔软的毛巾都能非常快速的将它剪开。所以说啊，以后家里面的这种钢丝球，时间用长了、用旧了、用废了，千万不要直接就把它扔掉了，赶紧利用起来吧。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了咱们家里面的剪刀变钝了、不锋利了，连咱们的餐巾纸都剪不开了的时候的一些小方法，根本不用磨刀石，只需要咱们家里面用废旧的钢丝球就能轻松的解决这个问题。如果你家和我家也有同样的烦恼的话，那么不妨试一试今天给你分享的这个方法，绝对会对你有所帮助的哦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加收藏哦。那么本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